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四中全会前，北京局势突然变得诡异起来。9月23号，习近平亲自跑到新疆，打着三重头衔，领着王沪宁、蔡奇出场，阵容拉满，镜头里是万人空巷，大团结秀。可是就在官媒大肆宣传的同时，舆论场却疯传另一个说法：三上三下，习近平、李强、蔡奇要下台，胡春华、汪洋、尹力要上位。还说给习准备好了退休地点，台上喊团结，台下传退场，这种强烈反差才是四中全会前最惊心动魄的信号。而另一边，总理李强飞到纽约，在联合国大会讲中国方案，表面风光无限，可就在同一时间，他的江苏旧部孙耀灿被纪委拿下，赤裸裸地给他敲山震虎。一句话，台上作秀，台下角力。中共四中全会恐怕要成为真正的最后摊牌。中共四中全会前，中共党内各个派系斗争激烈，各派盯住四中全会，大举进行官员卡位战。最令人震惊的是，9月20号，中纪委官宣，已退休7年多的中共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姜德果被查。表面上，这只是中共反腐名单上的又一员老虎。但仔细一看，事情不止那么简单。中共官场上的官员升迁落马，不是看政绩，而是看政治风向的选边站队。姜德果在中共党魁习近平逝衰时被查，难道是剑指习的亲信栗战书？自媒体人大包王朝认为，这把剑不仅仅指向栗战书，甚至直指习近平的浙江老巢，背后可能牵出中共前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现任住建部长倪虹。姜德果1957年出生在河北，起家于河北，一辈子都在河北当官。他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姜德果曾于1990年代担任时任唐山市委书记白润章的秘书，而白润章早在1985年就曾陪同年轻的习近平赴美考察，跟习近平关系不错。白润章和姜德果的仕途之路都得到过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重用和提拔，而程维高的秘书正是后来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习近平的铁杆亲信栗战书。程维高于1988年至1998年担任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助儿子经商，收受贵重礼品。2003年8月，程维高被开除党籍，撤销其省部级正职待遇，按照副省级待遇退休。2006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甘以胜表示，没有发现程维高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及证据。2010年12月28号，程维高78岁时，在江苏省常州市去世。网上有传栗战书和程维高关系不好，大包王朝认为这都是大外宣给栗战书和习近平洗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因为程维高在他撰写的书中提到了他在河南省和刘源对着干的事情等很多内容，但只字没有写过他和栗战书关系不好。程维高不但提拔了和习近平一起访问美国的白润章，而且让习近平的好友栗战书当他的大秘。网上还记录了白润章曾到爱荷华州老朋友的代表团去做报告，大讲特讲习近平的事迹，恭维习近平之意明显。这次姜德果被抓，被外界视为直接在打脸习近平，打脸栗战书。大包王朝认为姜德果是曾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车俊提拔的，而车俊100%是习近平的人。车俊1955年出生，安徽巢湖人。2005年至2010年期间，他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河北省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书记。2010年至2016年，车俊历任中共新疆党委副书记、书记、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随着习近平扩大势力，重用闽江新军、枝江新军后，2016年至2020年，车俊调往浙江，并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和省委书记等职。2020年8月，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而转到政协任闲职。姜德国在担任河北省副省长期间，
苏运山曾于2014年担任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而苏运山最神奇的经历就是，他本来是河北省建设厅的厅长，52岁时突然被平调到住建部当司长。2016年8、9月，苏运山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当时的住房部长是陈正高，副部长是倪虹。第2个月，苏运山就免去了河北省建设厅厅长之职，转任住建部，完成了从姜德果的大秘到倪虹的大秘和心腹的转变。而倪虹和车俊是什么关系呢？1996年4月，34岁的倪虹挂职任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助理党组成员，当时车俊是合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9年8月，37岁的倪虹升任合肥市副市长，而车俊是合肥市市长。也就是说，车俊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提拔姜德果担任邢台市委书记；车俊担任安徽省合肥市长的时候，提拔倪虹担任市长助理。之后，倪虹升任了副市长，所以姜德果大秘苏运山后来成了住建部部长倪虹的大秘。换句话说，抓姜德果不仅仅是一个清理退休多年的副省级，更像是沿着人脉往上捋，要动到浙江帮和住建部这2个地方。正是习近平的基本盘，这一刀砍下去，等于是在中共4中全会前直接掀翻习近平的老账。问题是，如果习近平还牢牢掌握军权，他完全可以用军委主席的身份来震慑对手。但现实却是，军权这张王牌，他似乎已经打不出去了。半年来，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神秘失踪，既没有官方通报，也没有接班人。正常情况下，习完全可以火速任命钟绍军当代理副主席，哪怕先走政治局常委会的过场，等4中全会再确认。这样一来，不仅能稳军心，也能证明军权还在我手里。可惜什么都没做，没有亲自召开军队会议清算流毒，也没有到5大战区走一圈占地盘，更别提主持一次高调的军队会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93阅兵的场景。按理说，这是展示军权的最好机会，可结果呢？阅兵总指挥居然只是中部战区副司令韩胜言，一个中将，没有上将，没有战区司令，连过去那种战旗方队的牌面都不见了。网上甚至有人调侃，中国的将军都死光了吗？还是全被抓了？这种反常画面直接把军方高层的恐慌和洗牌暴露在世人眼前。这就牵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党权与军权正在断裂，而今习近平还能同时坐在总书记加军委主席的双重宝座上吗？还是说军权已经被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牵制？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从姜德果被查到何卫东失踪，再到阅兵尴尬，指向同一个结论：习近平的军权正在旁落，失去军权，党权就形同虚设。4中全会或许正是这场谁才是真正的军委主席的最终摊牌。而这边，习近平的马仔李强风风光光地赴美参加联合国会议，但老巢的人马却被纪委监委动了。据中共官方报道，9月22至26号这一周，中共总理李强飞抵纽约，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一系列高级别活动。外交部19号先行官宣行程，国务院与新华社相继在22至23号对外通报已抵达，将出席多双边活动，并会见古特雷斯与相关国家领导人等安排。就在这个节点，中共江苏泰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孙耀灿被宣布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则通报在9月23号中午由央视与多家内地门户同步转发。为什么这条地级市人大副职被查的消息会被政圈盯紧？因为孙耀灿出身江苏系统，师徒长期在泰州、靖江一带耕耘，被视作李强在江苏工作期间的旧部与地方人脉延伸。而落点选在李强赴美出席联大期间，在政治观察者看来，很容易被解读为围绕中共4中全会的派系过招延伸到总理系统，一边让总理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方案，另一边在其原根据地动刀救部，敲山震虎，观其反应。总结一句，
外场讲多边与合作，内场比的是节奏与控制。在中共四中全会前的这几周，一切人事与纪检动作都可能被当作派系斗争的提示牌，而孙耀灿事件正好在时间、地点、对象3点同框。9月23号下午，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抵达乌鲁木齐，出席所谓的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次阵容确实排面拉满，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同机，副团长有李干杰等，还有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何立峰、王晓红等一并到场。官媒强调，以总书记加国家主席加军委主席身份亲自率中央代表团赴疆，在党国史上还是第一次，意在释放中央对新疆高度重视与民族团结信号。从镜头看，是标准的万人空巷画面，机场鼓乐，沿途红旗，各族群众夹道欢迎。但政治观察圈更关注谁在场谁缺席，例如军方只见刘振立，未见外界老提的张又侠这个关键人同框，而这恰恰是中共四中全会前读秒期的气氛条。与此同时，舆论场在加码另一套叙事，自媒体小说家与多家海外中文网站放风称，中共四中全会人事已敲定为3上3下，习近平、李强、蔡奇下，汪洋、胡春华、尹力上，并称作为妥协、不追究、不清算，让习平安退休。还有版本说，习已为退休物色3处落脚地，如云南、上海、洛阳一线。反习阵营给足面子，请军退场。这些说法目前无法独立证实，但在会前气压低的时段，确实在带节奏、试水温。把2条线合起来看，台上要的是大团结，最高领导人首次以3重头衔领中央代表团赴疆，常委同机，军政要员云集。对外讲的是稳边疆、稳人心，台下仍在抢位与控盘，谁现身、谁缺席、谁跟谁同框，都被放大解读。舆论场的3上3下体面退场放风，更多是派系讨价还价的话术，计策反应也压对手。一句话，乌鲁木齐这场高规格出境是面子工程，背后仍是里子之争。中共四中全会前，表面的团结与台下的权斗会同时加速，一边做足仪式感，一边把人事棋局推到最后时刻。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